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1093、960、2489的 KVK 终于完美落幕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成绩单的出现了。那你们可以看到前3名的排行榜。我相信大多数玩家都没有想到，原来这一次的 MVP 不是 Osno， 不是 Arvix， 不是 RZ， 反而是之前大家都没有特别去注意的一个大哥艾海登。其实他在960表现一直以来都是很不错的。一直以来都是保持很高水准的一位玩家，但是没有什么人去注意他，可能是因为他的击杀总数没有这么高，他的战力总数没有这么高。他是这一次治疗最多的玩家，然后击杀跟阵亡是排行第2的玩家。目前他剩余的战力只有9000万左右，然后他的击杀有370亿。那我相信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马科德巴黎队长了。不出意外的，他又成为了这一次阵亡最多的玩家。那么大多数玩家都是看这个画面的，可是我们不看这里，我们看的是另外一个。目前巴黎队长的阵亡数量有 4.3 亿。不出意外的话，巴黎队长应该是整个伺服器里面阵亡最多的玩家。至于国服那边我就不确定。虽然巴黎队长他是阵亡最多的玩家，但是也不影响他发挥。你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击杀其实也是很多的。不过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击杀最多的肯定就是 Osno 了，他是整个伺服器里面击杀最多的。其实他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800亿击杀了，现在795亿。刚好大多数能打的玩家都是在这个地图里面，你们可以看到第2名的阿玛阿 Z 还是比他少了90亿左右，所以要追上他也没有这么简单。但是跟他击杀比较接近的就是 Peacemaker， 刚好在昨天2268的 KVK 匹配出炉了，所以有很大可能 Peacemaker 会在下次就超越了 Osno。不过以目前来说 Osno 暂时是可以保留第1名的宝座，所以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前3名的玩家其实还有包括 RZ 啊 Angryly。 至于为什么 CapJack 他的击杀会这么高，其实讲真的大多数的击杀都是因为我们不小心点到他的程式，所以他的击杀才会这么高。再来就是 boom boom boom。 那么这边玩家的排名有一点长啊，我会保留在后面。我们先看一下王国的表现还有阵营的表现。那我们先看一下联盟的表现。那以往的排行榜呢，其实都是960排名第1的，这一次也排行第3，有一点难看了。不过从这里的排行榜，各位可以看到为什么我每一次直播都是把2489排在960前面，因为这一次真的是由2489带领着960去获得胜利的。因为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其实960有流失了不少的玩家。讲真的，如果是计算前50名的玩家，其实960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如果是计算整个联盟的话，其实960的人数没有这么多了，所以你们也不要感到太意外，为什么960的联盟不是排行在第1名。至于93为什么会在第1名呢？主要是因为他打2个王国的关系，所以击杀阵亡治疗会比较高，是比较正常的。再来我们看王国排行榜。那讲真的，如果是把960跟2489的数据加起来呢，还不如93。所以严格来说93的治疗会比较多啊。不过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联盟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治疗多是很正常的。不过如果是说击杀方面，各位可以看到960还是稳居第1名的。当然这个是联盟的排行榜啊，如果是王国的排行榜，960可能是在第2或者是第3名。第2名1093，第3名2489。但是如果你们看王国排行榜的话，93是拿到第1名了。不过这一次还好，2489跟960加在一起还是可以超越93的数据，所以严格来讲图阵营的击杀会比较多。不过大家都说去睡觉的王国1188，其实他们表现还不错，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击杀是比较多的。最后我们看阵亡的排行榜，没有想到在联盟方面2489居然是排行第1名了，甚至比1093还要更多。不过我记得一开始联盟战力2489其实是蛮高的，所以他们阵亡比较多也算是比较正常。如果是看王国排行榜的话，其实土阵营加起来的阵亡数是比1093还要更多的。不过在这里你们又可以发现到1188了，所以严格来讲1188有尽力去打这场 KVK， 只是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到而已。OK， 为了方便大家查看，我是帮大家整理出来了每个王国的数据。至于颜色顺序是根据他们的表现而排序下去的。当然我相信大家想要看的不是这个结果，而是93跟960所携带的阵营到底哪一方表现得更好。这里我也是帮大家整理出来了。那么可以看到红色跟蓝色的阵营，红色是属于93的，蓝色是属于960的。如果是说治疗，其实红队的治疗会比较多，但是击杀跟阵亡其实是蓝队比较多。红队治疗比较多是因为他们是劣势方，会用到比较多的治疗加速。不过就算不是分成红队蓝队看所有的数据，只是比较火阵营跟土阵营，其实土阵营的数据还是比93更多的。
还有就是这一次 KVK 其实有不少的玩家说到风筝铃表现还不错，会不会有可能风筝铃拿到奖励？但是你们可以看数据，土正铃的击杀数据其实还是比风筝铃多出大概1倍左右，所以如果要风筝铃拿到奖励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 MVP 确实是属于风筝铃啊，他们表现确实是很给力。再来就是玩家个人排行榜啊，你们可以看到其实960大多数玩家都是在个人排行榜上面的，就是看整个王国的数据啊，整个联盟的数据就可能没有这么好，只能说人数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法挤满整个排行榜，又或者是提升整个王国的数据。不过当你们看排行榜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那几位玩家而已，又或者是那2个阵营，土阵营跟火阵营，会有一些其他阵营的玩家出现，但是真的很少。这里个人排行榜的排名我会帮大家保留，如果你们不想要看的话，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看这些玩家的击杀比例如何。OK， 那么这个是我整理出来击杀或者是治疗比较多的玩家排行榜。不过我这个列表是移除了阵亡啊，只是看击杀跟治疗而已。不过这个列表有点长，我们分成2边，褐色的名字全部都是来自960的，然后黄色是来自2489，粉色全部都是来自1093的。如果我们只是看治疗跟击杀的话，其实数据最难看的就是 Dark Octopus。这里只要 KDR 的百分比越高的话，就表示说这个玩家的报告越亏。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数据，其实它的治疗是比其他的击杀还要更多的。但如果是说数据最好看的，哎呦，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 Prodigal， 它的 KDR 只有大概42%而已，它这个数据已经算是最好看了。
当然我们每一次看这个数据的时候都是不能忽略了阿玛阿 Z 不出意外的，阿玛阿 Z 这一次的击杀比例依然还是1:1不过阿 Z 的治疗还是稍微多一点啦，也就是说其实阿 Z 有很多报告都算是亏的。不过各位看那个数据的时候当做参考就好，因为我没有计算阵亡啊，有一些玩家其实他的阵亡比较多，真正的计算方式应该是要用阵亡去抵消了这些治疗或者是击杀。至于为什么我不加阵亡上去呢？因为我看到大多数在排行榜上面的玩家都没有在阵亡里面因为有时候击杀多治疗多不代表他们阵亡多，所以我很难去计算，只能计算治疗跟击杀而已。虽然你们看到这些玩家的 KDR 百分比很高，觉得很好笑啊，哎呀为什么他们的击杀比例这么糟糕，但是你们要记得一点， KDR 越高的玩家就表示说这些玩家都是担任在前锋的玩家，帮大家去扛伤害，又或者是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在战斗，所以才会导致成 KDR 比较难看，所以这些玩家其实是值得尊重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 KVK 的数据啦，也算是我们这一次 KVK 的成绩单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